美国最杰出的20位总统排行榜，从1789年至今，美国共进行了60届大选，产生过45位总统，而每隔几年都会有几家机构对其进行排名，其中 C-SPAN 的调查维度最为细致，也最权威，在美国国内的认可度最高。但经常关注的人都知道，谁曾在重要历史节点力挽狂澜，谁就更容易拿到高名次，比如美勒宗肯尼迪。而那些任期里和亲海晏的太平总统反而名次偏低，比如克利夫兰、塔夫托、福特这种。还有一些总统下场扶持大资本，默许圈钱交易，镇压工人运动的情况，在美国国内看来或许稀松平常，但我在给这些总统进行画像时，会把这些情况当作减分项考虑其中。今天咱们就从执政能力、外交与军事、制度建设、道德修养、历史影响5个维度，评选出美国综合评分最高的前20名总统，并对其进行排名。第20名，美人宗，老好人卡特。虽然卡特的人气一直不错，但他出现在这个榜单上其实是相当牵强的，就连 C-SPAN 都只把他排在第26名，西耶纳学院研究所把他排在32名，还有许多媒体给他的定位甚至更低。首先在执政能力上就只能给卡特打1颗星，他跟国会的关系一直相当糟糕，这直接导致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议案没能通过，相关的社会、行政、经济改革方案更是屡屡失败，以至于民众给他贴上了优柔寡断、缺乏领导力的标签。卡特本人的个性也很局外人，他竞选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不受华盛顿政治圈污染的局外人。相比他前面那位深陷丑闻的水门猴尼克松，此时民众更倾向于选一个人品好的总统，因此卡特这种诚实正派的姿态为他拉来了无数选票，最终凭借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可这边卡特踌躇满志地入住了白宫，那边那帮要跟他共事的政客精英却心里直打嘀咕，怎么着，看你既不参加华盛顿的社交生活，也不了解首都的文化，更不屈从于这里的惯例，还真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了，就你清高，就你了不起，我们都是被污染的政客。为此，华盛顿精英和建制圈嘲笑他是来自内地的乡巴佬，也没少给他使绊子。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在卡特眼里好像只有对与错。他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和不善沟通的私人关系，使得他在国会中找不到自己人。他虽是民主党人，但却更像是个党内反对派。好，接下来看看卡特的武力值如何。对此我只能说，真是当着全世界拉了一坨大的。他所批准的代号鹰爪行动的军事营救计划，不仅让美国在全球舞台上颜面尽失，还暴露了他对战略和执行力的深度缺乏，这也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大选中以极大的劣势输给里根。可以说，卡特是以最差总统的名声告别的政治舞台。然而他卸任后声誉居然直线回春了。卸任后，卡特与妻子共同创建了民间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民主、调解冲突、防治疾病。而在他的努力下，非洲的麦地那龙线虫近乎根除。他还为人类家园国际组织义务建房。中国四川西南部的邛崃市也受到了卡特计划的帮助。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再补充一下，卡特对于中美外交建立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于尼克松的。一个中国是他承认的，中美联合公报是他和邓公推动的，就从这一点，他便无愧于一个富有远见的国际战略家。正如他竞选时的口号，我永远不会对你们撒谎。在他卸任后，美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卡特所具备的人格魅力。他或许不是一个好总统，但绝对是一个好人，因此美国人称他是最好的前总统。卡特的境遇让我不由得想起刘备，如果一个人在任期内假仁假义，那便是伪君子，但如果一个人装一辈子假仁假义，那他又何尝不是真君子。综合来看，卡特的执政能力1颗星，外交与军事1颗星，制度建设2颗星，道德修养5颗星，历史影响4颗星，满分100分的话能给到一个70分。接下来第19名，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如果不当这个总统，格兰特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或许更加伟大一些。他是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的总司令，是赫赫有名的无条件投降将军，是联邦军最锋利的剑，是美国军队的第一个上将。在那个时代，他是林肯死后名誉和声望最高的人，只要他想竞选，自然没人能拦在他前面。但当总统不是选部落首领，仅仅名气大是远远不够的。1869年，46岁的格兰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可在战场上功勋卓著的他，并没有任何执政经验。他虽然立志文官改革，制定了新的文官分类规则，举行了文官考试，但改革始终浅尝辄止，在他2届任期结束都没有有效推行贯彻。他自己任命的政府班底更是一群虫豸，他老婆和2儿子也在他当上总统后鸡犬升天，大规模的腐败成了他任期内的常态。当然，格兰特也有不少重要成就，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把印第安人当人的总统。他重拟了善待印第安人的新政策，还推行了所谓和平政策，推动印第安人的美国化。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 3K 党活动，格兰特颁布了 3K 党条款，进行了铁拳镇压，几乎让其销声匿迹。作为$50纸币正面的人物，格兰特无愧于名满天下的称号。
但是让他做总统的确有些黑旋风劈柴，人硬活不硬的感觉了。正如格兰特自己所说，没有任何搞政治的经验就被选为总统，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综合评价，格兰特的执政能力打2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1颗星，道德修养2颗星，历史影响3颗星。满分100分的话，可以给个72分。接下来第18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在各大排名里一直都是前20守门员的存在，属于无功无过的那种。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位过渡性总统，但有人认为他的能力被低估了。他的政治遗产是非常深远的。老布什最卓越的成就有2个，一是利用海湾战争组起了一个由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联盟，并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把伊拉克军一顿暴揍，在全世界面前狠狠秀了一波肌肉，并且做完点到为止，没有直接推翻萨达姆政府，表现出了一个世界霸主的强者风范。其次就是他推动了冷战的和平结束。在他任期内，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但是老布什没有采取耀武扬威的胜利者姿态，而是表现出极大的审慎和稳健，避免刺激苏联，确保了整个过程的相对和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件事的处理上，老布什表现出了大师级的外交智慧。与他在国际舞台上光芒四射相比，他在国内事务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1988年竞选时曾亲口说，听清楚我的话，不会有新税。结果2年后加税真香。在他的一番操作下，美国的失业率蹭蹭涨到 7.8%， 可以看出他处理经济的能力的确有限。老布什曾说他比较喜欢处理外交而多于经济问题，然后被媒体放大为老布什喜欢打仗，不管国内人的死活，就连他去超市购物看到电子扫描枪表现出惊讶的样子，也被媒体渲染为不知物价高低，何不食肉糜。因此当他想在1992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克林顿一句话就怼得老布什哑口无言，笨蛋，关键是经济。综合来看，老布什的执政能力只能打1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1颗星，道德修养4颗星，历史影响4颗星。满分100分的话，可以给个73分。接着来看第17名，约翰·亚当斯。亚当斯是美国第2任总统，也是美太祖华盛顿的亲密战友。他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号叫美国独立之父。他是第一个提出要美国从英国那里独立的人，是建国元勋的核心成员，是独立宣言的关键推动者。他起草的马萨诸塞州宪法首次明确了3权分立原则，是联邦宪法的主要蓝本。光是这些成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为什么他只排到第17名呢？原因是作为建国者，他的地位是崇高且稳固的，但作为总统，他的任期是充满争议且相对失败的。甚至也有些机构认为，老亚当斯总统生涯的成就甚至不如自己的儿子，即同样做过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如果把小亚当斯排进前20，那老亚当斯一定会被踢出前20。为了党争，他甚至不惜推动了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对美国移民进行言论自由的压制，最终通过这种以公谋私的行为，对深受新移民支持的民主共和党进行了沉痛的打击，同时也将自己曾经正直的法律学者名誉摧毁得荡然无存。更糟糕的是，亚当斯在自己联邦党内都没有做到有效的统战。华盛顿在的时候，汉密尔顿充当的是李世民身边魏征的角色，华盛顿愿意虚心听取这么一个超世天才的意见。但到了亚当斯这儿，他却把汉密尔顿当成了蓝玉跟年羹尧，他似乎总是在质疑内阁到底忠于总统还是汉密尔顿，并最终引发了联邦党内部的分裂。因此当亚当斯想再度连任时，遭到了汉密尔顿派系的联邦党人倒戈，最终亚当斯只得惨淡地离开政治舞台。综合评价，约翰·亚当斯执政能力打2颗星，外交与军事2颗星，制度建设4颗星，道德修养2颗星，历史影响4颗星。满分100分的话，可以给个75分。接下来看第16名，詹姆斯·门罗。任何一个熟悉美国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著名的门罗宣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就是这一句就表现出了这位总统对于欧洲列强的强势又自信的态度。这是一个新生国家对于旧世界列强发出的独立宣言，也奠定了美国200年的外交基石。同时，门罗主义的幽灵也长期困扰着拉美人民的外交独立。出身弗吉尼亚种植园阶层的门罗，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他也继承了那一代人的古典共和主义，谈吐温和，举止得体的风采，一生都没有任何绯闻，也从来不乱说话，被称为最后一位弗吉尼亚绅士。但他内核是一个强硬勇敢的人，他参加独立战争，并且被子弹切断了动脉，幸存下来后仍继续服役。他也是美国开国元勋那批人中最后一个担任总统的。当他在1817年和1819年巡游全国时，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真可谓占尽天时。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又在眼前。但是他的排名也只能卡在这儿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和谐时代。1815年之后，美国就停止了对外战争，国内也因联邦党瓦解而进入了民主共和党一党执政，党派斗争没有了，国民认同感增强了，门罗想连任甚至都没有反对者，仅1票之差就全票连任了。美国进入了一段和谐稳定的繁荣期。可以这么说，门罗是一位奠基者和定义者，而非拯救者和改革者。他已经在他任内做到了最好，但只可惜没辙呀，咱们这治安实在太好了。综合评价，门罗的执政能力能打3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4颗星，道德修养4颗星，历史影响4颗星，满分100分可以给个80分。书接上回，咱们继续来评选美国最杰出的20位总统排行榜。接下来该前10名争霸赛了，排在第10名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别看尼克松在咱们这儿的知名度很高，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在美国他并不受欢迎，甚至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一档。不过客观来讲，尼克松的执政水平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就像有记者曾问他如何评价里根时，他是这么说的：评价一个人时可以从历史和历史学家2个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看，要看他对后世的影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则更多从他所处时代的视角给予评价。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尼克松的评价。首先谈外交层面，他和亨利·基辛格的搭档堪称美国外交史上最高效的组合，他们共同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件事，解决了越南问题。早在竞选时，尼克松就提出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上台后，他通过推行战争越南化，让南越军队逐步接管战斗，并让美军带着荣誉撤退，最终成功将美军从越战的泥潭拖出。第二件事，推动了对中国的历史性破冰。当时美国国内有很多反对声，但尼克松顶住了压力，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年2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该公报最巧妙之处在于，里面没有掩盖中美双方的分歧，而是坦诚地列出了双方的不同立场，这也成了后来中美建交的重要基石。第3件事，极大地降低了与苏联的缓和成本。中美破冰后，勋宗那边感到了剧烈的压力，他意识到如果不与美国改善关系，苏联将在冷战中陷入绝对劣势。而尼克松这边呢，则不慌不忙，他一面推动新型战略核武器的开发，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与苏联谈判，一面又成了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总统，跟勋宗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个人工作关系，同时巧妙地利用美苏粮食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筹码，跟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极大地降低了与苏联的缓和成本。可以说，尼克松成功地将美苏关系从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拉回到了一个既有竞争又有谈判的相对稳定的轨道上。就从他处理复杂国际棋局的能力来看，的确称得上是大师级别。另外，从内政的角度看，尼克松是一个勤勉的工作狂人，除了政治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更没有休闲时间，通常白天工作完后还要趁着晚上继续加班加点的干。来看看他都具体干了啥吧。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签署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规，使环保成为一项永久且独立的联邦优先事项，推动了社会保障金的自动成本调整机制，使福利金能够随着通货膨胀自动上涨。发起抗癌战争，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大幅增加资金并升级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而他最为深远的经济政策，莫过于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这短期内动摇了全美对美元的信心，但也为美国提供了更大的货币政策灵活性。这点上，他无疑体现出了一个正球级领导人的超强魄力。但尼克松对于他人也总是相当不信任，他将联邦官僚机构称之为该死的公务员。他的2届任期里都是民主党在主导国会，也正因如此，他总是事事躬亲，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扩张行政权力。但最终他也走了一条最不该走的路，去水门大楼安窃听器，最终引火上身，葬送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蓝图。综合来看，水门侯尼克松的执政能力可以打4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4颗星，道德修养1颗星，历史影响4颗星，满分100分的话，他大概能拿88分。接下来第9名是詹姆斯 K 波尔克。波尔克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不弃圣教年轻人吗？1844年大选，48岁的他以黑马的姿态神奇地杀进总统候选人的最后名单中，并最终高票当选第11任总统。而他一上台就对英国放出狠话，以北纬53度40分为边界，否则就开战。随后提出了4大工作目标：降低关税，恢复独立的财政制度，解决俄勒冈边界问题，取得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他还明确承诺自己将只担任1届总统，然后他还真的就只用了1年的任期，就把这4件可能需要1代人或者几代人完成的事儿给干完了，堪称效率之王。他在内政上的成绩我们甚至可以不去讨论，不是因为做的不够，而是他在对外扩张这一块简直把武力值全部拉满了，堪称阿梅利卡汉武帝。
1845年，波尔克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合并决议，将德克萨斯共和国并为美国的第28个州。此举引发了墨西哥的抗议，随后波尔克直接派军队进入争议区域，美墨战争就此打响。战争历时2年，以美国全面胜利告终，双方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不光德克萨斯州顺利拿下，墨西哥北部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都被割让给了美国，这些地方就是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对此，波尔克还非常人道主义地给了墨西哥1500万美元，表示俺们不是抢，而是买来的。算上几年后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斯登买下的基拉河流域2万多平方英里土地，墨西哥跟美国打的这一架基本丢掉了一半的领土。此外，美英在俄勒冈地区一直存在主权争议，可当时美国正忙着跟墨西哥打架，不想两面作战，于是波尔克做出了妥协，不再执着于北纬53度40分，而是寻求妥协。最终，美英签署了俄勒冈条约，双方以北纬49度划定了边界。虽然如此，但美国也占到了足够多的便宜。哥伦比亚河流域、普吉特海湾这些美国人聚集区，美国都拿下了，再往北就是不毛之地了，没必要非跟英国争个你死我活。到波尔克任期结束时，美国领土一共增加了120万至130万平方英里，是任期内扩张领土最多的总统，可以说实现了美国昭昭天命的预言。综合评价，詹姆斯 ·K· 波尔克的执政能力能打4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4颗星，道德修养3颗星，历史影响5颗星。满分100分的话，他值得90分。接下来是第8名，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的成就简直多到数不清，他是建国之父的那批班子的核心人员，也是1787年宪法的核心人物和主要记录者。他带来的弗吉尼亚方案成为了宪法讨论的蓝本。他与汉密尔顿、杰伊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是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他还起草并推动了权利法案前10条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美国自由的法律基石。就凭这些从0到1的突破，他就足够排在前10的位置了。但是他的总统生涯却极度坎坷，因为他领导的1812年美国第2次独立战争只能说差强人意。作为总统和3军总司令，他在战争准备上严重不足，导致美军在战争初期屡遭挫败，并造就了名场面白宫变黑宫，总统大逃亡。好在战争后期美军恢复了元气，麦迪逊也逐渐提拔和倚重一批更有能力的指挥官，扭转了战局，授权和平代表团根特协议，结束了战争，恢复了战前的状态。战后，麦迪逊也做出了思想转变，他深刻意识到一个软弱、缺乏财政和军事能力的联邦政府无法包围国家，所以他在战后支持建立成立第2个合众国银行，以稳定国家金融，推行保护性关税，以保护美国新兴制造业，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公路、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那该如何评价麦迪逊呢？作为军事统帅，他是不合格的。他在战略规划、军事准备和人事任命上犯下严重错误，但作为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他是成功的。他以坚韧的意志带领国家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并抓住了和平的机会。综合评价，詹姆斯·麦迪逊的执政能力打4颗星，外交与军事1颗星，制度建设5颗星，道德修养5颗星，历史影响5颗星。满分100分，他值得91分。接下来排名第7的是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是总统山上的4巨头之一，代表着美国理想和美国精神的构建。他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当他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时，美国的立国精神就在这一刻奠定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吹200年来自己是自由与民主的灯塔。1801年，杰斐逊就任总统，他的前一位是被我们排在第17位的约翰·亚当斯。当初亚当斯颁布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压制了许多言论，杰斐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玩意儿废除了，还赦免了因该法案被捕的人，抚平了该法造成的政治创伤。随后，他依照自己的小政府理念削减了国债，废除了几乎所有国内税收，使联邦政府主要依赖关税和土地销售收入来运行，极大地提升了他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杰斐逊还十分重视教育的价值，弗吉尼亚大学就是他创建的。他曾声称要把美国建成农业国，但当上总统后，他也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因此他实行了保护关税、提高进口产品税率等工商业发展政策，使美国经济的独立性进一步提高。但有时候有些过于独立了。1807年，深陷拿破仑战争的英国为了补充兵源，登上美国船只，强行掳走了许多他们认为是英国的逃兵水手。杰斐逊一气之下推动了禁运法案，禁止所有美国船只前往外国港口贸易，结果英国没啥影响，美国自己的航运贸易倒是一度被毁了，杀敌800，自损12000了，属于是。杰斐逊总统任期内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他购买了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其实这件事也是一场偶然。建国初，美国领土很小，除了最初的13州以及1783年获得的密西西比和东岸的土地外，其余的美国实际上是法国和墨西哥的属地。
而当时法国在跟欧洲各国打仗，杰斐逊本来也只是想从法国购买新奥尔良港而已，结果拿破仑说你都叫兄弟了，那还说啥？整个路易斯安那都卖给你了，并且只要价每亩3美分，合计1500万美元。但就这，联邦党人都不乐意，因为美国国库里确实钱不多了。最终还是杰斐逊力排众议，把这笔钱花了，一下子让美国领土从8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万。而路易斯安那的土地还都是最肥沃的，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堪称美国史上最值的一笔买卖。在买到路易斯安那后，杰斐逊还派遣了一支探险队，跨越西部未知的大陆，抵达太平洋沿岸。这次探险不仅是地理发现，更是昭昭天命的探索，为美国后来的疆域奠定了基础。虽然杰斐逊释放的政治能力惠及美国至今，但他的个人品格一直饱受质疑。可以这么说，任何人回看杰斐逊的文章，都会被他文字中洋溢着的崇高信念所打动，但任何人回看杰斐逊的履历，又都会被他又当又立的私德恶心到。比如他曾谴责奴隶制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巨大邪恶，但不论是议员时期还是总统时期，他都从来没有推动过任何解放奴隶的立法。后来 DNA 证据显示，海明斯生育的6个孩子很可能全是杰斐逊的。再比如他在政治上倡导共和主义的简朴，反对贵族式的奢华，结果自己却说一套做一套，在蒙蒂塞洛的家中过着极度精致奢靡的生活，拥有着欧洲进口的昂贵家具和艺术品，这也导致他的消费远超收入，去世时已濒临破产。所以今天的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复杂和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杰斐逊。一方面承认他作为美国民主理想建筑师的贡献，没有他，美国的立国精神将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拒绝将他神化，而是将他视为一个体现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矛盾的复杂凡人。综合评价，托马斯·杰斐逊的执政能力打4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5颗星，道德修养1颗星，历史影响5颗星，满分100分，他能有91分。接着排名第6的是哈里 ·S. 杜鲁门。杜鲁门排名这么高，很大原因是他接手了世界上最艰巨的工作，结束二战并塑造战后和平。可以说杜鲁门交出了一份几乎满分的答卷。但是呢，看杜鲁门这个人得从美国人视角看，从我们的视角看，这家伙就是一妥妥的反革命啊。解放战争时他支持凯申，给了 KMT 不少军备和物资。麦卡锡主义在他任上兴起，虽说不是他搞的，但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战争也是他发动的，造成了亚洲局势的激烈动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杜鲁门是一个能力极强的总统。他上台就面临一个残酷的决定，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电影《奥本海默》中，杜鲁门曾这样对奥本海默说 They care who dropped it。 这个决定堪称美国总统历史上最重大最残忍的决定，但杜鲁门毫不犹豫的就这样做了。他不在乎这一举动会带来怎样的争议，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事情到我这儿就结束吧。而这种不推诿的风格非常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在杜鲁门看来，扭扭捏捏拖泥带水的对外政策只会让事情烂尾，对苏联正是如此。在他看来，冷战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有没有乔治凯南那封电报，这场冷战都会到来。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随后他确立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及后来的杜鲁门主义，将曾经的盟友摆在了对立面。为了在经济上对抗苏联，他启动了庞大的欧洲复兴计划，不仅帮助西欧经济复苏，更是让曾经辉煌的西欧成为其附庸。至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再也不是欧洲了，美国悄无声息地成为了西方的霸主。就这一步棋，堪称美国史上最成功最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之一。此外，北约也是他创建的，也是他杜鲁门主义的延伸。他将西欧的安全与美国利益直接挂钩，不仅克服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情绪，更是说服了欧洲各国心甘情愿地加入其阵营中来。最为重要的是公约第5条，对任意缔约方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缔约方的攻击。这一条约将美国对欧洲的承诺从口头宣言和经济援助升级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事同盟。如果不是一个很有胆略和魄力的总统，是搞不出来的。不过相比于他大师级别的外交战略，他的内政能力略显受困。他本来想搞个公平施政，相当于罗斯福新政的 Plus， 但大部分议程都在国会搁浅了。尤其在1946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掌握着国会，他提出的那些过于超前的目标，比如全民医保、联邦教育援助等计划，更是一个都没能通过。他最重要的内政成就，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是通过行政命令而非立法实现的。但他的真正内政遗产不在于通过了多少法案，而在于他为未来的设定议程并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他的内政能力被历史学家称为坚定且方向正确，但成效受限。只是配合上他辉煌的外交成就，拼凑起了他作为一位近乎伟大总统的历史形象。综合评价，杜鲁门的执政能力能打3颗星，外交与军事5颗星，制度建设5颗星，道德修养3颗星，历史影响5颗星，满分100分，杜鲁门可以拿到93分。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